全球思想者的专业媒体，来自各大智库、顶级媒体，评论简报由6度团队整理而成。中国 AI 公司正规避美国出口管制的差距。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在规避美国对先进半导体和制造技术实施的出口管制，利用中介机构保留对受控技术的访问权。此举对美国对中国出口管制政策的长期有效性提出了关键问题。主要挑战之一与不需要许可证的云服务提供者有关。美国政府有多种选择来解决这个问题，包括要求云服务提供者为所有最终用户获得其服务的出口许可证。北京热浪是无声杀手。外交官，根据绿色和平东亚分部和《自然》杂志的单独报道，中国首都北京及其周边地区最容易受到热浪的影响。报告一致认为，基础设施最薄弱的地区，特别是北京以外的地区，在极端高温期间面临的风险最大。对于不熟悉炎热天气的脆弱社区来说，热浪尤其致命，他们无法使用空调和公共冷却系统。老年人尤其面临风险。这些警告是在2023年可能的厄尔尼诺年之前发出的。在此期间，世界气象组织警告说，极端温度的可能性可能会增加。为了保护社区，专家们呼吁积极规划和采取政治主动行动，以协调应对气候危机。他们说，中国目前的应急服务缺乏这种反应。北京如何强迫维吾尔人采摘棉花？外交政策。新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中国新疆地区普遍存在的强迫劳动。作者透露，来自该地区的移民被转移到其他省份。尽管一些被拘留者在中国被称为劳动教养的法外拘留运动已经结束，外国顾客由于保障措施不足和缺乏透明度，继续接受新疆工人生产的廉价商品，但他们不愿意返回。2022年6月，除非企业能够证明这一点，否则美国以强迫劳动为由禁止所有从新疆进口。新疆供应了世界1/5以上的棉花。对新疆强迫劳动的研究指出，国际社会在应对这一日益严重的问题方面准备不足。拟议的欧盟强迫劳动立法主要是为了解决基于公司而不是国家支援的强迫劳动，因为法律依赖于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11项强迫劳动指标。强迫劳动的污点影响了整个地区，因为亚洲各地的工厂都在使用来自新疆的投入，尤其是棉花制品，因为新疆现在生产了中国90%以上的棉花。根据欧洲议会的一份报告，欧盟在考虑增加与中国的贸易之前，应该采取保障措施和透明度措施。这项新研究警告说，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继续破坏该地区人口的经济前景。为了在科技领域与中国竞争，美国需要修复其移民制度。外交事务，美国晶圆人才短缺，这归因于美国复杂的移民制度。根据谷歌前首席执行官的说法，华盛顿需要消除不必要的复杂性，使其移民制度更加透明，并为最优秀的人才来美国创造新的途径。虽然美国功能失调的体系正在推迟有才华的专家，但其他国家正在吸引他们。例如，中国特别积极主动地宣布，习近平主席当今世界的竞争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中国已经开始花钱吸引土生土长的 STEM 毕业生，移居国外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和科学家正在获得强大的激励措施，让他们回国。相比之下，英国的高潜力个人签证计划专门针对一些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毕业生。然而，美国的移民改革多年来一直受阻，尽管两党都支援常识性改革。为了应对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巨大地缘政治挑战，美国政府应其新协力，从世界各地寻找和招募顶尖研究人员。吸引杰出的科学家将使美国保持其技术优势。美国政府在使用这种战略方面有著成功的历史，并在二战期间成功地吸引了杰出的人才，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恩里科·费米等杰出人物。今天，华盛顿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来吸引领先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包括那些来自不结盟甚至敌对国家的科学家和企业家。印尼的军事现代化。外交官，印尼国防部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 Prabowo Subianto 预计将在成功采购法国战斗机后竞选总统，与法国达索公司达成了6架阵风战斗机的81亿美元交易，并可选择再购买36架。印尼的国防采购受到经济和政治领域以及运营要求的影响，通常涉及外国国防供应商。其他重大收购包括即将与法国海军集团达成39亿美元2艘由于潜艇的交易，以及从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 C-130大力神。巴基斯坦在政治风暴眼中。外交官，巴基斯坦正处于政治崩溃的边缘，因为独立领导人伊姆兰汗的支援者挑战该国全能的军事和情报部门。大西洋理事会智库巴基斯坦倡议主任表示，只有汗或军队才能在未来几周内在该国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因为他正在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做斗争。汗最近因贿赂指控被捕，但在该国最高法院裁定拘留无效和非法时获释。执政党希望取消汗的政治资格，
因为他面临140起与腐败有关的刑事案件。然而，自从他被赶下台以来，他的受欢迎程度飙升，食品通货膨胀率为40%，该国饥饿人数最多，约为7000万。越南的气候时尚，外交官。越南的人们穿着连帽毛衣、航风夹克、口罩和肘部手套，以保护自己免受阳光照射。遮盖面部的服装也很受欢迎。随着气温上升，这一趋势蓬勃发展。过度热心的分层会损害摩托车驾驶员的能见度和运动，有时会导致事故。但其他人则认为，这些衣服是抵御烈日下的明智保护。越南皮肤癌的风险很低，掩盖的主要原因是化妆品，而不是健康相关。巴勒斯坦继承危机，外交事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PA 正面临危机，因为其年迈的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尚未指定明确的继任者。自2005年亚希尔·阿拉法特去世以来，阿巴斯一直担任当局首脑。在他的领导下，改革被指控腐败和效率低下的当局的努力陷入困境。在今年的民意调查中，约有80%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腐败。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这种幻灭增强了哈马斯在加沙的受欢迎程度。现年87岁的阿巴斯拒绝制定选择继任者的程式，他的死亡或下台决定可能导致旷日持久的暴力斗争，不仅威胁到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治理，而且威胁到整个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阿巴斯通过控制政府的其他部门和控制立法机构来保持对权力的控制。他还是法塔赫党的领导人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席。尽管当局的受欢迎程度正在下降，但他仍然是西岸的管理机构，哈马斯管理加沙。西岸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人们担心一旦出现权力真空，当地好战团体可能会出现填补真空。哈马斯还一直在努力通过强调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失败和挑起以色列的袭击来破坏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稳定。继承问题增加了当局面临的挑战。尽管有潜在的候选人，包括贾布里勒、拉朱布和马哈茂德·阿鲁尔，以及马吉德·法拉杰和海山·谢赫等人物也可能出现，但没有一个得到明确的支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总理和前外交部长将自己定为未妥协候选人，而流亡的法塔赫领导人穆罕默德·达兰可能成为国王。由于阿巴斯没有明确的继任者，在为时已晚之前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制定继任计划的压力越来越大。美国参与苏丹事务的地缘政治、外交政策。美国和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努力防止苏丹发生内战，并稳定红海地区，因为该国的暴力和政治不稳定不断加剧。拜登政府明智地专注于支援沙特防止苏丹进一步混乱的努力，而不是促进民主，因为以前的尝试都失败了。冲突的地区背景至关重要，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与危机的结果息息相关。以制裁威胁这些盟国将适得其反，因为这将进一步减少处理危机方面的合作与对话。如果该国爆发内战，可能会将苏丹变成类似于利比亚的恐怖分子避风港，并扰乱区域经济。俄罗斯和中国也在寻求利用这场冲突来增加他们在非洲的影响力。通过与沙烏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合作，美国可以说明其中东伙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防止苏丹冲突使莫斯科和北京受益。塔利班关闭了超过50%的媒体机构。外交官。由美国资助的广播公司 RFE-RL 提供的阿富汗服务 Radio Azadi 通过一个名为《这是我的权利》的新2小时电话节目，将其教育妇女和广播他们的声音的节目翻了一番。该广播公司还向阿富汗女孩提供中学课程，该课程是通过塔利班禁止女孩上中学后推出的一个新的广播节目教育1小时开始的。RFE-RL 的阿富汗服务于2002年1月启动，在当地被称为 Azadi。它旨在以达里语和普什图语，那里最常用的语言，提供公正、准确和平衡的新闻和资讯。它的受欢迎程度不断提高，它适应了数位平台和社交媒体，并拥有庞大的纵梁网络。然而，在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后，其喀布尔广播停止了。它的受欢迎程度持续，被视为使女性能够表达自己的平台。在最近对 RFE-RL 阿富汗服务主任 Qadir Habib 和负责教育时间的高级编辑 Mel Bashir 的采访中，他们解释说，即使没有局，他们也经常与观众保持联系。然而，在阿富汗开展新闻工作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者面临住来自塔利班越来越多的威胁，塔利班关闭了超过50%的媒体机构，逮捕和折磨记者。许多记者也逃离了这个国家，还有数百人失去了工作。女记者的情况更糟，因为超过80%的人失业，也被禁止参加塔利班的新闻发布会。因此，自由和未经审查的媒体，如 RFE-RL 的 Azadi， 对阿富汗人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由于塔利班通过禁止妇女和女孩上学和阻止就业来强加保守政策，阿扎迪电台的输出对于向这些人口群体提供资讯至关重要，否则现在是不可能的。作为值得信赖和可访问的新闻来源，许多公民依靠阿扎迪的广播获得准确的资讯。
中国对反制裁战略的评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经济计划和解释中国专案最近举行了一次小组讨论，讨论中国对美国及其盟国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而对俄罗斯实施的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的看法。该小组讨论了北京可能制定哪些战略和方法来应对或规避未来以美国为首的类似行动。讨论以最近翻译的主要原始文献为基础，包括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和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缅甸的区分歧愈发明显。外交官最近在印尼纳敏巴交举行的东盟峰会标志驻自去年2月缅甸政变以来该集团10个成员国的第3次会议，但对缓解缅甸危机几乎没有说明。尽管采取了冷落缅甸军政府的政策，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未能落实其5点共识，缅甸继续无视其规定。印尼主席试图通过与缅甸冲突的主要利益攸关方以及邻国印度、泰国和中国接触来取得进展，以启动和平进程。印尼利用其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设立了一个特使办公室，以管理欧盟在缅甸危机方面的冲突外交。该办事处后来由印尼外交部长雷特诺·马苏迪 （Retno Marsudi） 担任负责人，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办公室将如何延续到2023年，届时辽国将接替印尼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谢谢收看评论简报，请通过6dobrief.com订阅。